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嘎。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碗粿的制作。那我们呢是从再来米直接用纯米下去做碗粿。这次我使用的工具呢是这一种料理棒。那这个在制作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它比较小，然后也蛮好操作的。在制作碗粿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哦。第一个就是米水比，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米呢要尽量打得很碎。最后呢，就是在炒的过程中的温度和火候的掌控。那等一下在影片中每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解释跟说明。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碗粿怎么做吧。我们要做的是一种粿就是碗粿，所以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再来米啊。那我使用这样一大杯。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是用容积来决定这个水跟米的配置啊，所以你要记得你用了多少容积。那我使用这一杯。刚好呢是400毫升的容量，那到时候我就用这个容量来配水。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再来米呢倒入锅中呢，先将它洗净泡水。好，我们再来米已经洗干净了。那泡水的时间呢，至少要4个小时。那我是建议呢，你是明天要做，那就今天给它洗干净泡水，冰箱，明天再来使用。那泡水的时间呢够久的话，才有办法呢，把它打得很细致啊。好，所以这个步骤呢是很简单，但是也很重要的哦。好，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做吧。好的，这是我们已经泡完1天的再来米。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把它打成米浆。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米水比这个比例是很重要的哦。那这是我做了好几次呢，发现一个还不错、蛮好的比例。那我们的比例呢是用容积来算的哦。之前泡的米是这样1杯，那我们现在就要配3杯的水，所以我们先把水都先准备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要使用的水量了哈。等一下呢，我们在制作的时候要用到水呢，就从这里来取，这样子它的比例呢就会正确。那这次我使用的机器是这种料理棒。我发现用它来做呢，也可以把米打得很细致，然后制作也很方便，所以我们这次就用这个来做看看哦。那它的制作有个优点哦，就是它可以去压你的材料，好，就是你的材料呢可以在里面拌得比较均匀细致一些。我们大概呢要分2次来打哦，那里面需要加些许的水哦，不能完全没有水。好，那水不要加多哈，就加到差不多盖住再来米就好了。那这好像太多一点，倒一些回去。好，那这样差不多，就是米跟水差不多高。好，那这个开关也是有分强跟弱，那就直接用强的打就好了。那你可以注意就是打的时候我们要尽量让它制造出那种漩涡可以把上面的卷进去，这样会打得比较细哦。差不多可以了哈，这个很快哈，大概是1-2分钟就好了，好，1-2分钟就好了。好，那我们再加入一些米继续打。那把米呢尽量刮干净，不要有剩料。来，我们再继续打第2次哦，把剩下的打完。好，取出来呢，再从最上面再继续打下去。那这个水分不多，所以你会感觉它很稠。那你稍微等一下子哦，它会一些比较粗的颗粒会沉下去，然后你再这样子压着打呢，可以把它打得很碎、很细致哦。那我们就把这一些打好的这个米浆呢，把它倒到这个我们的水里面哦，就是刚配好的水，我们都是用那一锅水哦。然后在倒的时候呢，我会搭配这个滤网，做一个初步的过滤的动作。
可是很稠哈，你会发现它其实流不太下去，因为它很浓稠。然后呢，你就拿汤匙这样稍微给它压一压，它就会流下去了。然后流过这个网子的就是很细致的粉浆哦。然后我这样做还有第二个用意就是，你这样子有点像在压它的感觉，我就是把一些还剩余的细小颗粒呢，再把它压碎，让它流过去。那有剩这个很难过滤的，这个很稠的哈，我们呢把它再拿来打一次哦，可以保证它这个粉呢更细致哦。好，继续打哦。我们把之后追加搅拌的呢，也倒入这个滤网哦，让它过滤下去。看它过滤的很顺畅哦。第二次再打呢，基本上所有的粗颗粒哦，大概都被打碎了。好，这样就可以了哈。虽然有一些这些没有下去，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拿起来摸一下，这颗粒啊哈，稍微碰一下就碎掉了。好，那这些就直接都给它下去了哈，因为它都差不多了啦。因为我们这个洞实在太细了，我们等一下在炒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溶掉啊，就会溶掉。好，那我们的米浆呢就制作完成了。那我们就进入制作的下个步骤，好，准备来炒这个米浆，把它做成蛙粿哦。好，那我们要做的是有料的蛙粿哦，所以我里面加一些这个猪脚肉，好，吃起来有肉的口感，还有会比较香哦。然后就要准备一些红葱头来给它爆香。好 ，OK 了，那我们就来炒猪肉。我们首先把锅子开大火烧热，然后加入1小汤匙的油，这个油呢不用多哈，少许就好。把锅子稍微摇晃一下，让油呢可以均匀的分布在锅子上面。好，那等周围出现油纹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爆香。先加入红葱头爆香，好，稍微拌炒一下，香味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放入猪脚肉。好，那我们把猪脚肉稍微压一压，拌炒。它慢慢加热熟了之后呢，肉末就会分开了。那接下来呢，加入少许的盐巴做调味。那这样就可以咯。那我们不需要把它装出来哈，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降温。等到锅子跟肉降到室温之后呢，我们再来做炒米浆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炒这个蛙粿哈。我们不要直接放下去蒸，这样子的话，你那个米浆的粉末会沉淀，好会变得下面硬硬的，很难吃。那要炒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关键就是火候和温度，我们用中火、小火下去炒，然后呢，我会搭配这个很方便的温度计，这个马上就可以测量出温度是几度，非常方便我们控制这个烹煮的时间。那这个工具很方便，不管是在炸东西啦，或是煮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知道那个目前油温或是水温的高低状况。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准备一支哦。好，我们的锅子跟肉都已经降温了，哦，你可以用温度计去测量一下，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接下来把米浆稍作搅拌之后，再把米浆倒进来。
那也可以观察这时候的温度是几度。那趁这个温度还不高呢，先撒上一些胡椒粉做调味。好，那记得随时都要用温度计去看看它的温度现在是几度。啊，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是你要一直去翻动它、搅动它，不要让这个锅底的部分沉淀在下面，一定要随时把它拌上来，然后随时用温度计来测量温度的变化。好，现在已经70度了，接近70度之后就 OK， 马上关火。关火之后呢，先不要急着做，我们继续搅拌它，因为这时候锅底的温度还是很高的哦。你如果没有继续拌下去呢，你锅底会先凝结，所以我们先继续搅拌。那这个就是正确的拌炒后形成的蜂蜜糊状，哦，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老师傅的话，当然是不用温度计，哦，用翻炒的感觉就可以抓到。那我们是制作的新手，当然有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是最好的。继续翻到它糊状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盛装出来了。这时候温度也没有那么高，它不会再持续凝结。装到碗中。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准备放到电锅蒸的蛙粿的样子啦。好，把盛好的蛙粿摆放到蒸笼里面，我们使用蒸笼来蒸。蒸笼搭配电锅，那这样很快很方便哦。那电锅外锅呢，我们加大约300cc 的水量，哦，要300cc 以上。那如果是用米杯的话，就是大约2杯。按下开关，我们就等它完成吧。好的，我们的蛙粿蒸好咯，打开看看哦。它整个已经成型了哦。那它现在还热腾腾的在冒烟哦，现在不可以吃哦哈。这蛙粿做好之后哈，一定要等它放凉、放冷了再吃，才会 Q 弹又好吃哦。那我们等它冷了之后呢，再来品尝啦。那记得哦，要准备好你的酱料哦，你可以用酱油膏或者自己调配蒜蓉酱油来加哦，都很好吃。稍等就来品尝。好，我们蛙粿呢已经彻底放冷了哦。那我们就把做好的蛙粿拿出来。那要拿很简单哦，就拿个小刀子呢，在旁边画一下，轻轻画一圈，它呢就会跟碗分离了。翻过来，然后一定要淋这个酱哦。这个酱呢就是蒜头酱油，用蒜头跟酱油膏去调制的，还有水哈、哦。那自己做的蒜头酱油会比较香哦，因为你可以加很多蒜头，吃起来会比较好吃。好，那淋一些蒜蓉酱油。好了，另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就直接用碗吃，然后呢中间挖一个洞，哦，这一块先拿出来，那酱的部分就放这里，一边吃一边沾，这样也很美味哦。你们要吃了吗？要。肚子饿啊？对啊。好，那我们来吃蛙粿哦。我头有什么？你的头有一颗蒜头。你怎么了？弟弟酱够吗？嗯。酱够了。你要吃什么？我要吃萝卜糕。
这不是萝卜糕啦，这是什么？忘记了。蛙龟，蛙桂。干嘛这样子啊？蛙贵啊！好啦，那我帮你弄啊。好啦好啦，弟弟，这是第几个了？第2碗。那你要挑战第3碗吗？好，哇，弟弟现在要吃完了，他吃好快。你该不会还要吃一个吧？对啊，宝宝做很多没关系，尽量吃哦。这2碗是你的。所以还要再1碗。对。好来，好，弟弟的记录3碗蛙桂，弟弟这吃了下第3个。好吃。弟弟3份蛙桂大挑战。你要吃完了。对。啊，这是最后了吧？最后一口近在眼前哦。哇！吃下最后一口了。美味好吃的蛙桂，我做得出来，你也可以哦。赶快自己动手去做一份看看吧，营养健康又好吃哦。而且现在蛙桂外面很贵，自己做很便宜哦。拜拜。